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数载尽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以后香香在乡里，哎呀，这以后他怎么做人呢？行了，爹，你别说了，我没事儿。香香姑娘，如今你也知道方先生对你的心意了，你可要记住了，刚才方先生愿意替你去挨这100杖，这可是会出人命的。所以你记住了，以后你们夫妻之间吵架或是闹什么误会，要记得今天发生的100杖的事情。什么夫妻吵架呀？胡师伯，今天你也亲眼见到他们两个是如何两情相悦了，而且这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那要是你还担心香香姑娘以后变成人家的笑柄的话，那好办，这事情就交由本官来处理。我替他们两个当个媒人，我会带方林向香香姑娘提亲。哎，我之前去过全椒方林的家里，我也见过方先生他的娘亲，他娘很喜欢香香姑娘，所以这事儿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所谓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现如今就差你点头了。公堂之上，大人说了算。你怎么说，就这么做吧。半个字也没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愿意娶我。香香姑娘，多谢你对在下的抬爱，在下必不辜负于你。方林定会备好3书6礼，择良辰吉日上门向你提亲。爹，我嫁出去了！臭丫头！徐大人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这封信是吴夫人给你的。啊。她告诉你，要你以后好好的生活，还有珍惜香香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看的呀。这是我的私信，您怎么能看呢？不是，我以为是公文，我当然要打开了，是无意中看到了，我还特意留下来拿给你呢。不是，这是私德问题，私德问题。好，我现在郑重的向你道歉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其实啊，我觉得这吴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哎，你不但看了我的信，你还跟我讨论信里边的内容。我跟你之间有什么不能讨论的呢？哎，你你什么你啊？
我跟你说啊，你看看你这个人呐，本性善良且学富五车，并且足智多谋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偏偏畏首畏尾的，敌人你也怕，旧爱你也怕，新欢你也怕。遇到问题了，不去解决，老是想方设法逃跑。方林啊，给自己点勇气行不行啊？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要知道将来有更多的人和事，你得去面对呢。我知道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等我把这封信看完再说吧。好。此次回乡，我见你身体安康，百事顺遂，十分的高兴。但我也知道你对当年往事仍耿耿于怀。时隔多年了，希望你能够忘记过去，好好的生活。哎，好看吧？这个是我们方家祖传的玉佩，这个给你。这不是你从小佩戴的吗？是啊。这太重要了，我不能要。当然重要了，这个呀是给我们方家儿媳妇戴的，所以啊你必须拿着，拿着吧。小月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一次一定能够考取成功，然后就回来娶你过门啊。眼下，你身边就有一个好姑娘，请好好珍惜吧。祝你平平安安，幸福快乐。小月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，我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方林。你又要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没时间跟你这伤春悲秋的了。那个，我刚收到了江捕头给我的信，他说找到罗明了。啊，那快让他指认罪人啊！如此一来就可以为你的学生还一个公道，还要给那个吴松当头棒喝呢。太好了，啊，大人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为何跟我这么客气啊？有话直说。是这样，在这之前，我想先去见见香香，跟她讲出我的心里话。你还想跟她讲心里话？啊，放心吧，这次不会让她哭了。你先说吧。还是你先说吧。香香，我想坦白地告诉你，我很喜欢你，和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我愿意向你提亲，也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，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情爱这一步，所以我要是不把心里话说出来，觉得对你不公平。你要想退婚的话，我也不会怨恨你的。我愿意，我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。我以为我说出来你会生气。其实你是一个好人，跟我一开始认识的方林不太一样。其实你本可以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哄我开心，便可以骗我一辈子。但是为什么选择跟我坦白？我不想骗你，这种事怎么可能欺骗一辈子呢？今天不跟你说清楚，将来我们两个都会受苦的。很多人在成亲的时候，连自己丈夫的模样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可以自己选择，已经觉得很幸运了。
他们一开始别说是情爱，就连是喜欢都谈不上。不过日积月累，一天一天的生活在一起，我想，总是可以生出感情的吧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是你给我的信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的心意跟当日没两样。当你看懂这封信时，也许你已忘了我，也许你已另有心上人。那时你便知道，当初只是一时冲动。但如果你看懂这封信时，仍然愿意和我在一起，那么我们便可以成亲了吧？我写这个信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是就可以娶我啦？小姐，真的不用小玉陪着你吗？小姐，我还是陪你好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真不用我陪你去啊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？行了，在家待着啊。哎，那你万事小心啊。知道了。云儿，你来了。哦，我收到你字条，马上赶过来了。究竟找我什么事啊？徐大人找过我，向我打听香包的事情。这个徐天佑果然机智过人，心思缜密，这么快就让他找到线索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香包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我就怕有些事情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云儿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那可不一定。徐大人，徐大人。王长云，本官怀疑你跟本次公园纵火案有关，跟我回衙门问话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还轮不到你说有没有。不管实情如何，回到衙门，本官自会审理。还有，上官云儿，你跟此事也脱不了干系，把他们两个都带回去。是。昌云，云儿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啊，不会有事的。昌云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你呀，别把这儿当成牢房，就当成我们在月香居，哎，吃着八宝饭、千层饼，喝着雨前龙井，享受着美好的生活。这么一想，心里就好受多了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说笑？其实我也害怕，可是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昌云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我快疯了，我不想待在这儿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倒想想办法。办法倒是有一个。那就是要方先生证明才行。为什么？云儿，不管谁问起来，纵火案的事情一概不知，就算是打你，也不可承认。可是徐大人一定会问，我们为什么相会的？这就是关键的所在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就向徐大人还有方先生承认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。
不行。况且，我们家只有方先生在场，承认了我们2人的事情，我们才能够得救啊！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云儿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不要犹豫，记住我的话啊！要不然我们2人都死定了，记住。走，快点！昌云，走。大人，人已带到。小女子参见大人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宫苑纵火案，是不是跟你们2个有关系？大人，小人真的冤枉啊！这次相试，我也等着复查试卷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怎么可能放火烧了贡院呢？那你们2个待在湖边干什么？大人，我们2个，你们2个是在商讨怎么收拾这个残局，所以才相约到湖边。不是。好了，不用说了。之前你潜入贡院中，将所有的考卷通通烧毁，为的就是替他从吴松的手上把上官云儿的父亲救回来，是不是？大人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跟云儿在湖边是幽会。上官云儿，黄昌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？大人，超人说的句句属实，我跟他确实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上官姑娘，此事可大可小，你可不要乱讲。先生，千真万确，我跟昌云自小相识，早已互生情愫，许是杨家和上官家指腹为婚，我们俩才没法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昌云，方先生，不过我跟云儿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从来没有做过苟且之事啊。这么说，是怕你们的私情被我查到了，才把他约到湖边，向他通风报信的？湖边是我们的定情之地，我们在这儿相聚，只不过一解相思之苦。不用解释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能替他去脱罪吧？我们这是触犯了道德礼教，你不能因此而诬陷他是纵火的凶手吧？好，黄昌云，本官用你的鞋印来比对贡院墙上的那个鞋印，的确是一模一样的。大人，这天下之大，跟我脚印一样的人，应该是大有人在吧？你还敢狡辩？不瞒你说，本官已经找到了一名很重要的目击证人，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你还能如何抵赖？把他们押到监牢里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方先生，方先生，求求你帮帮我！方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方先生，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怎么帮你啊？方先生，别把我跟云儿的事情说出去。我不在乎我死，可是我不希望看到云儿受罪。方先生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！要是让云儿家里人知道的话，我们2个都会背上通奸之罪。方先生，求你救救我们，救救云儿！方先生，方先生，方先生，走！方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方先生。徐大人，不必多言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正在草拟上奏朝廷的公文，打算上报，已经找到了贡院纵火案的真正凶手。徐大人，这上奏朝廷的公文切莫操之过急啊！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想徇私枉法？啊，不敢不敢，在下只是觉得黄长云是有嫌疑，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就是纵火凶手啊。
我们不是已经查实证据了吗？上官云儿，还有黄昌云，他们秘密幽会，还有通风报信。不，那只是我们揭穿了他们之间不可见人的私情而已。我要查实的不是他们之间的私情，我要找到线索，查出此案的真凶。我知道，可许大人，线索不是证据啊，它不能足以证明黄昌云他就是凶手啊。如今江捕头已经把人证带回来了，但现在也不能马上证明啊，对不对？方林，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你是我的师爷，且必须协助我彻查此案。徐大人，我并不是想要偏帮谁，我也并不想评价他们的关系，我只是记得当初您审我和香香的时候，曾经讲过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你想说什么？这件事儿只是撞破了黄昌云和上官云儿的儿女私情。如果我们囚禁他们的话，他们的私情就会曝光，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对于案情，对于他们的将来都会有深远的影响。这件事可大可小啊！你休想游说本官放了他们。不是游说，是应该呀。好，方林，我可依你求情，放了上官云儿。多谢大人明察。但是黄昌云必须将他关押在牢房里，不得一议，明白吗？卑职明白。原来是你啊，我还以为有贼呢。有我在，哪里还会有贼啊？哎，爬那么高干嘛呀？看月亮啊。看月亮也不至于爬那么高吧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躲避黑暗，我才有安全感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，能让你那么不安啊？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每一次醒来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什么样的梦啊？我梦见，我拖着小时候的自己，被一群高手追杀。我一边跑，他们一边杀。后来我也杀，想找到他们的头目。你找着了吗？每当要出现的时候，我的梦就醒了，我永远找不到。我觉得你有心事。什么时候徐大人学会帮人解梦了？我感觉在你梦里啊，你仿佛想要逃避或者遗忘什么。其实，在你梦里想杀的那些人，根本就不是人，是你的过去，还有记忆。小时候，我家逢不幸，全家100多口人，就只剩下我一个活口了。原来郭姑娘是个孤儿，所以你才助养那些小孩子。不都给那些小朋友了吗？你怎么还有？我看见这个玩意儿挺有趣的，就突然兴起，把它买回来了。有空的时候你可以摇一摇，就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给它忘了。徐大人，你也有心事。本官跟方师爷有点争执。是因为公事吗？我抓到了
纵火案的疑凶，但是方师爷对他处处维护。谁啊？黄成云。而且我还发现了黄成云跟上官云儿有一段私情。方林老说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，让我放了他。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黄成云他一直在狡辩。那大人打算怎么办？找出人证，证明他就是凶手，而且还要顺道把吴松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。那我可以帮大人找到这个人证。不必了，我已经命江捕头前去寻找证人，将他带回府衙，届时便可水落石出了。那预祝大人早日破案。夫人辛苦了。大人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呢？明天还要赶路呢。这些公务回京以后再处理吧。我有一件事情与夫人商议，明日还请夫人先行回京，我要在驿站多逗留几日。为什么？这贡院失火一案虽有徐大人主理，但是皇上对此事甚为着紧啊！此案一日不破，我放不下心来呀。我在此多逗留几日，看一看，待此案破了，速速回京。那大人，您一定要保重身体。这些天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一旦回京，我一定抽出时间来，好好的陪你。大人，你公务在身，就不必牵挂我了。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。那就谢谢夫人了。开门。大人，罗明，你给我放老实点。徐大人，方师爷，他就是贡院纵火案的目击证人。你就是罗明。回大人，正是小人，小人一直奉公守法，请大人饶命啊！你先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本官有些事情想要问你，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。你把在贡院失火那天所看到的情形如实的向大人禀告，我们就可以放了你。大人，小的定一字一句分毫不漏的如实回答，请大人给小人一条生路吧。好。贡院失火的当天，你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人物？贵大人，那天夜深时分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小的正好经过贡院，就看到贡院墙外跳出来一个人，那个人掉了一个香包，小的捡起来想还给他，可那个人已经跑远了。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大喊贡院失火了。大人，这火是越烧越大，然后小人就只好走了。那现在那个香包还在吗？大人，已经不在了。大人，
那个人给了我500两银子，我就还给他了。他让我离开滁州，我就走了。混账！这可是知情不报，该当何罪？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小的一时起了贪念，请大人饶命。大人，我问你，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记得，大人，就那人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大人，就是此人，就是他给我的银子，让我离开滁州的。果然如本官所料。这样吧，你今天晚上先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，江捕头会把你带到滁州公堂上去作证。是大人。哼，黄昌云，看你还如何狡辩！方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你还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我告诉你，徐大人已经找到目击证人，证明那天晚上就是你在宫院放的火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方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可是我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告诉你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如若判刑，可获死刑，我怎么救你？死刑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方先生，您曾经说过，师父不能看着徒弟去死，您足智多谋，一定能够把我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方先生，我求求你！哎呀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方先生，我也没有想到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其实我是为了救上官云儿他父亲，我才这么做的。这样算起来，我也是救的一条人命，对不对？方先生，我求您看在师徒情义上，救救我！你跟徐大人求求情，救救我！方先生，我求你救救我！方先生，方先生，好了，起来，起来。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次犯的错有多大啊？我知道。那你知道有多少关心你的人失望极了？你知不知道？我明白。那你肯不肯认罪？只要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。我愿意认罪。昌云，只要你肯认罪，我会想办法帮你，啊！方先生，谢谢您，你是我的恩人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恩人。徐大人，怎么了？没有打扰你休息吧？明天就要审案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徐大人，我来找你是有件事想商讨一下。若是你想跟我说黄长云的事，先生请回吧。徐大人，我刚刚见过黄长云，希望大人能够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，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黄长云他在贡园纵火，那是砍头的重罪，你叫本官如何从轻发落啊？可他也是为了救上官好，所以才走错路的。这
应该算是情有可原吧。依你所言，本官上奏朝廷，同皇上讲，黄长云在贡院纵火，实属情有可原啊。皇上，您就从轻发落吧。啊？你我都知道幕后主使是吴松，他才是始作俑者。我也知道是吴松，所以现在才要努力收集证据，查实之后尽快的将他入罪。但是轻判黄长云，本官也是爱莫能助。大人，无需多言，我只能依照律法来审判，以法为教，绝不偏颇。可用法要合于善，荀子提倡以德兼人，教行并用，礼仪是法的总纲，不教而诛，则行犯而邪不胜。再有，孟子曰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黄长云他本性不坏，还是可以教化的。法者，天下之道也。礼治、德治、人治，是大儒治国治民的3大主义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再替黄长云求情，就是漠视律法。仁者爱人，他是我的门生，我不想轻易放弃啊。不必再说了。明日一到，等江捕头把罗明带回来，就公审黄长云。徐大人，这千万不可！若公审黄长云，他将永无翻身之日啊！方林啊，方林，你还知道自己是滁州知府师爷的身份吗？卑职自知并不称职，没有做好师爷的职责。可作为先生，自己的门生误入歧途，铸成大错，我的心境，希望徐大人能够明白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为人师表，方林愿代替黄长云受罚。你，方林，你这个迂腐的性子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从轻发落，本官确实无法办到，我只能答应你明天闭门夜审。其他的请求恕不能从命，这对黄长云也是最大限度的忍让了。谢谢大人开恩，谢谢大人开恩。本官现下后悔，当初为什么要力邀你来当本官的师爷呢？来，喝。好。义父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新兰，辛苦了。要不要杀他？此人不可杀。可是，如果他在公堂之上指认黄昌云为纵火凶手，黄昌云一介书生，为求脱罪，必定牵连义父。如果他真的在公堂之上指认黄昌云为凶手的话，你说的那种可能性还是会有的。如果他指的是别人呢？义父的意思是，本来是一桩小事，可是越闹越大。这个梁元镇办事果真不力。你去找他，跟他说，让他想想办法。此案必须得有个了结。
西兰明白了。天色不早了，你带他走吧。快点起来！那个罗明跑了！快起来！起来！罗明，一大清早你干什么去了？江捕头，你请息怒啊！我这一大早起来，肚子就饿了，所以我这不是找点早饭吃吗？你不想活了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让你单独行动。哎，江捕头，你看我现在穿成这个样子，谁还记得我呀？是不是？罗明，我警告你别自作聪明，起身回衙门。哎，走，走，哎，快点！把嫌犯黄成云带上公堂。罗明，本官问你，贡院失火当晚，你是否见到一个人从贡院翻墙出来，之后贡院就起火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本官再问你，当晚所见之人可否在这公堂之上？是你旁边的这个人吗？大人，此人小人从来没见过。你说什么？贡院失火当晚，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两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